我想把丈夫葬在我们出狱的地方，可儿女却强烈反对。葬礼那天，我才晓得丈夫背着我留了遗嘱，他竟想葬在初恋身边，死同学，来世再续姻缘，这让我们30年的相濡以沫瞬间成了笑话。我质问儿女，却反被辱骂。爸都死了，他就这么个心愿，你绑了他一辈子，人死了还不放过，有你这么恶毒的人吗？有你这种妈，真让我们恶心。看着这俩被刺我的儿女，我心里冷笑，既然不想要我这个妈，那我的财产他们一分别想动。得知陆毅死讯时，我正在给陆思贤和陆思雨兄妹做饭，听到电话里的消息，我的手不停颤抖，恍惚间把热油泼到了手背上，那疼痛瞬间袭来，可都比不上心里的痛。我两眼一黑，失去意识。等我醒来，已躺在医院，陆思雨在旁，眼眶通红。我一把抓住他的手，急切地问：“你爸是真的吗？不会是谁搞恶作剧吧？他咋就出车祸了呢？我刚刚还跟他打电话呢。”陆思雨沉默许久，他抽回手，看了眼手机，对我说：“妈，你明知道爸爸在开车，为啥还打电话？”看着女儿严肃的表情，我悲从中来，想起和陆毅共同生活的这30年，我放声大哭。陆思雨站在一边没动静，过了会儿才给我抽了张纸巾，说：“算了，现在要紧的是爸的葬礼。”我拉着他的手，哭得说不出话。等我有点力气站起来时，却看到陆思雨眼里闪过一丝嫌弃和厌恶。我愣住了，不明白他为啥这么看我，可再看他眼里的泪光，又觉得是我看错了。我和陆思雨回了家，儿子陆思贤已坐在沙发上，他和我们一样，眼眶通红，十分难受。我看着茶几上我们一家3口的合照，眼泪又不自觉地掉下来。陆毅一向严肃，不咋爱笑，可照这张全家福时，脸上却露出罕见的微笑，眼神无比温柔。我知道他一直外冷内热，所有人都说他是好丈夫、好父亲。想到这儿，我更难过了。我18岁就和陆毅在一起，大学一毕业就结婚，今年是我们在一起30年，我还想着和他白头到老呢。没想到近中年丧夫，我用力捂着胸口，只觉得沉闷疼痛，难以忍受的痛苦侵蚀着我的血肉，让我恨不得随陆毅而去。可看着面色悲切的儿女，我心里更痛了。我若也走了，他们咋办？我失去了丈夫，他们也失去了父亲。我无力地坐在沙发上，陆思贤没看我一眼，而是低声和陆思雨讨论陆毅的葬礼。我也没心思管，光想着和陆毅相处的时光。他们讨论到把陆毅葬在哪时，我终于开口：“就把你爸葬在我和他出狱的地方吧，等我死了和他合葬。”陆思雨和陆思贤对视一眼，异口同声说：“不行，我和陆毅是高中同学，他在隔壁尖子班，整天埋头苦读。我对他有点好感，只因他长相清俊，气质干净。可他身边有个青梅竹马的女孩，他们看彼此的眼神含着爱意，我便把这份好感藏在心里。”高考结束那天，考场外没见到爸妈，只有管家沉痛的脸。管家说，爸妈在赶来陪我考试的路上出车祸，当场去世。管家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想着你高考重要，就没第一时间说。先生和夫人估计也这么想。”我自然不怪管家，他看我长大是为我好。这是我第一次直面亲人咒誓。更糟的是，奶奶把爸妈的死怪在我头上，说我是扫把星，没了奶奶庇护，亲戚盯上我，想拿走爸妈巨额遗产，设计绑架我。奶奶恨我，不救我，让我自生自灭。陆毅救了我，他偶然看到我被绑匪拉上车，报警后不放心跟了上来，绑匪没拿到赎金，把我折磨得奄奄一息。我衣衫褴褛躺在冰冷仓库，觉得要死了。这时陆毅的脸从天窗出现，像黑暗中的光。仓库土地松软，他从外边挖通道，我想放弃让他走，他含泪摇头，无声鼓励我。因为有陆毅，我被绑匪折磨的只剩一口气，也咬牙坚持，不想让他失望。最后陆毅把我从仓库救出，背着我钻进树林，身后是凶神恶煞的绑匪。陆毅摔好几个跟头，不管我咋说都不放下我，独自逃走。我们很幸运，绑匪快追上时，警方找到我们，看着陆毅鲜血淋漓的双手和受伤的腿，我难受极了。陆毅却笑着安慰我。这事之后，我和陆毅熟络起来，顺理成章在一起。我原以为能走到最后，可他却早早离我而去，我咋能接受？可再不愿接受，陆毅的死也是事实。为了儿女，我得坚强活下去。我想把陆毅葬在我们出狱的地方，那个仓库。陆毅可能忘了，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那时他父母在仓库工作，我心血来潮跟爸妈去视察工作遇到他。那时我们还小，但我记得这个清秀男孩。后来爸妈把事业转到国外，仓库废弃，对我来说，这仓库有痛苦也有救赎。陆毅死了，这地方就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记忆。我万万没想到陆思贤和陆思雨会拒绝我的要求，瞧他们那果断的模样，我心里一阵黯然。他们拒绝的也太快了，就好像早已确定好陆毅的目的。可他们刚刚不是还在讨论陆毅葬在哪吗？我问道：“你们不是还没决定你爸要葬在哪吗？”陆思贤也意识到他们兄妹拒绝的太快，连忙说：“妈，这地方不好，我们找了好几个风水好的地方呢，为啥非得选这个？”我不高兴地说：“这地方咋不好了？这是我跟你爸出狱的地方，也是你爸救我一命的地方。”我停顿一下，接着说：“而且当初你外公外婆找风水师看过，风水很好。”陆思雨却不耐烦地打断我，她捏着眉心，烦躁地说：“妈，这件事你就别管了，好不行？爸已经走了，我和哥哥都很难受，你就别捣乱了。”
他蛮横地决定了陆毅下葬的地方。看着这兄妹俩脸上露出的厌烦，我的心瞬间凉了。我突然想起在医院时陆思雨眼里的不耐烦，那时我还以为是错觉，也许根本不是错觉，可我不明白，我是他们的妈妈呀。陆毅的死，我同样悲痛，他们为啥突然对我不耐烦呢？我还想争取一下。陆思贤沉下脸说，妈，既然你那么喜欢这个地方，这么放不下，等你死了，我和思雨就把你埋在那吧。我连忙反对，这哪行呢？我丈夫埋在哪，我当然也要埋在哪，哪怕是死也不能把我们分开。见状，陆思贤说，那就别捣乱了，不然到时候我就不让你和爸合葬。听到陆思贤的话，我很难过，我没想到我从小养到大的孩子竟然这么对我，我突然觉得自己看不明白他们了，也好像不认识他们了。葬礼那天，我麻木地跟在人群后面，脑子里全是陆毅的模样，一想到陆毅孤零零地躺在棺材里，我的心就疼得无法呼吸。走着走着，只觉得身子麻木得不像自己了，我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们先走，自己则停在原地大口喘气。我的身体一直不好，自从被绑架后就没好过。生陆思贤兄妹俩时还难产，幸好命大捡回一条命，可身体更差了。得知陆毅去世的噩耗后，身体变得更糟。陆思贤和陆思雨见我停下，越发不耐烦，我心里黯然，知道他们为啥不耐烦。陆毅是出车祸死的，开车时接了我的电话，陆思雨因此耿耿于怀，觉得我是害陆毅的凶手。可当时我明明让陆毅好好开车，有话回来再说，他不听啊，这咋能怪我呢？这些天我想跟他们解释，可每次刚开口，他们就不耐烦地走开。我知道他们在怪我，看着同样悲痛的儿女，我还是原谅了他们的不耐烦。我们都失去了至亲至爱，都很悲痛，我是他们的妈妈，为啥不能宽容点呢？他们是我拼了命生下来的，不过是想找个宣泄口，我拼命安慰自己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现在大家都难过，我在原地休息了10分钟，抹掉脸上的泪水，来到目的地。陆思贤看到我，冷漠地说，你咋这么久才来？知不知道我们都在等你？我刚要说话，工人把定制好的墓碑搬过来，墓碑上不仅有陆毅的名字，还有个熟悉的名字，杨玉贤，陆毅的青梅竹马，他的初恋。看到这个名字，我震惊地看向陆思贤，陆思贤目光躲闪，沉默片刻说，等葬礼结束了我再跟你解释。我气得差点昏过去。等葬礼结束，他们就埋一块了。我颤抖着手指着墓碑说，你不给我解释，这个葬礼就别继续了。这时陆思雨不耐烦的声音响起，你要啥解释？这是我爸早早立下来的遗嘱，说以后死了葬在初恋身边，死同学，来世续姻缘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，分清楚场合。我刚要说话，陆思贤把我拉到一边，他的手捏得我手腕生疼，我甩开他的手。陆思贤满脸疲惫，让我心里有点酸胀，可一看到墓碑上并列的2个名字，我顿感悲哀。我不明白这30年的婚姻咋就变成了这样。陆毅想和杨玉贤埋一起，要葬在初恋身边，死同学，来世续姻缘，多凄美的爱情，却把我们30年的相濡以沫变成了笑话。看着陆思贤和陆思雨那见怪不怪的样子，我更觉悲哀，这可是我亲生的孩子啊。我恨恨地说，那是我老公，凭啥和那个女人合葬？陆思贤疲惫地捏着眉心，陆思雨则气得不行，爸都死了，他就这么个心愿，你绑了他一辈子，人死了还不放过，有你这么恶毒的人吗？有你这种妈，真让我们恶心。我愣住了，不可置信地看着陆思雨，此时他气得满脸通红，他竟然不觉得这理由不合理。也是，他一向更亲近陆毅，还因为我曾阻止他早恋就讨厌我，哪怕早恋对象不是好人。我看向陆思贤，他一向听话懂事又孝顺，咋也同意这么荒谬的理由？陆思贤满脸疲惫，看到我震惊的样子，目光闪躲，他拉了拉陆思雨的手，示意他冷静，然后平静地对我说，你别闹了，人死后有死后的事，况且死者为大。而且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怨毒，像条冰冷的毒蛇，看得我毛骨悚然。陆思贤接着说，爸其实挺恶心你的，他不止一次跟我说，一想到你当初被绑匪强奸就想吐。妈，你和爸在一起就是他的污点和累赘，为啥你那么想跟我爸埋一起呢？你该不会挺回味那些是吧？不然正常人都会避之不及，反而是你。说完，他不怀好意的上下打量我，我愣在原地，浑身发冷。我想不到一向温文尔雅的陆思贤能说出这种话，他和陆思雨眼中的恶意深深刺伤了我，让我本就鲜血淋漓的心千疮百孔。他们眼中的鄙夷那么真切，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扬起手就给了他一耳光。陆思雨见陆思贤挨打，急了，他伸手推了我一下，尖叫道，你有病啊，干嘛打我哥？我身体虚弱，又没想到陆思雨会对我动手，整个人被他推倒在地，粗糙的沙粒摩擦着我的掌心。陆思贤也没扶我，而是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他淡淡的说，妈，你别闹了，这些年你一直在家待着，吃我爸的用我爸的，我爸因为你才出的车祸，你就安分点。我记得那块地不是我们的吧，你就别花我爸的钱做让我爸恶心的事了，别让他死也不得安宁。陆思贤的话让我如坠深渊，心彻底凉透了。原来陆思贤竟然这么看我，觉得我是只会攀扯陆毅的凌霄花。也是，自生下龙凤胎后，我身体一直不好，只能在家休养。那段时间我们住在市中心大平层，我有轻微产后抑郁症，医生让我在热闹环境生活，为打发时间，我学做饭做家务，慢慢家里大小事我都能搞定。搬回老宅时，陆毅心疼我，又
找个保姆，他在外打拼，我在家带陆思贤和陆思雨。没想到他们竟以为我是懦弱家庭主妇。这时陆思雨说，我爸死了，他遗嘱说了，财产都是我和我哥的，你听话点，我们还能养你。再闹你就去扫大街要饭吧。我突然笑了，要是陆毅意外去世前，我不知道他遗嘱是把财产分给这对儿女，不知道他要和初恋合葬，没见过陆思贤和陆思雨这副嘴脸，等我100年后肯定会把所有财产分给他们，因为陆家上下所有东西都是我的。陆毅不过是我身体不好时替我出面的人，实际上公司大事都得经我点头才能继续。陆毅没能力把公司做大做强。这时工人挖好墓坑，正准备把棺材挪到墓坑旁开始下葬仪式。陆毅走得急，下葬也急，棺材是加急定制的，最贵的金丝楠木，价值上千万。我又看一眼墓碑，花岗岩做的，还是我找人加急做的。墓碑上那对名字特别刺眼，想起陆毅的遗嘱，死同学，来世续姻缘。我突然觉得恶心，偏不想让他如愿。他们的爱情凭啥用我的钱成就？这样的烂人就该变成养土地的肥料。陆毅不配用这么好的棺材。我艰难爬起身，看向带着法师刚到场地的管家，说，把棺材给我打开，把陆毅丢进去。随后我看向陆思贤，接着说，你爸既然想跟初恋埋一块，我成全他们，你把杨玉贤骨灰丢进去，别浪费这么好的棺材。陆思雨尖叫，你还当我爸在世？你还是那个衣食无忧的贵妇人，能随便指挥人吗？管家不是你的管家，你叫不动。我没说话，只是看着管家。管家见我执意，叹了口气，吩咐工人开棺。见状，陆思贤和陆思雨脸色煞白。陆思贤突然拉着我的手，放软语气，妈，你别闹了，这样做不好看。陆思雨气得口不择言，哥，你求他干嘛？他一定是跟管家勾搭一块了，不然我们陆家的管家凭啥听他的？他们陆家，我轻笑，真是可惜了，不是你们陆家，不过是我为照顾陆毅面子哄他开心罢了。不管陆思贤怎么劝，陆思雨怎么闹，棺材还是打开了。这时不知哪个工人发出惊呼声，我走过去一看，棺材里躺着的是陆毅和一个女人，彼此血肉粘连在一起，紧紧抱在一起，嘴上还亲得难舍难分。尽管那张脸被车撞得面目全非，可我心里瞬间冒出一个人名，杨玉贤，那个陆毅藏在心里多年的女人，那个我一直不敢提及的女人。我知道杨玉贤在陆毅心中不一样，那是青梅竹马的初恋，不管咋分开，在他心里都是特殊存在。陆毅把我从仓库救出后，我就特别依赖他，以至于极度害怕他离开我，担心了30年。看到这2具死都要纠缠在一起的尸体，我竟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。想必出车祸前他们就在一起了。我又突然想起陆毅给我打电话时，电话那头莫名的水声和喘息声，觉得无比恶心。无名指上的戒指像烙铁一样，恶心之余，我很难过。这30年，我竟没发现，原来我以为平静幸福的家庭，竟如此4分5裂，背地里波涛汹涌。难过之后，我心里涌起强烈的屈辱和不甘。我想问陆毅为啥？他们啥时候勾搭在一起的？我还想让他们挫骨扬灰。虽问这些没意义，不过是我这30年看走了眼。可我还是想问，陆毅和杨玉贤的尸体被工人取出放在一边，陆思贤还在阻拦，想让他们把尸体放回去下葬。可不管陆思贤咋阻拦，管家不理他，工人也不理他。管家看到这2具缠绵的人，脸色一直不好，见陆思贤阻拦，还推了他一把。见陆思贤狼狈的样子，我扬起嘴角笑了。管家是照顾我长大的老管家的儿子，工人是我花钱请的，没我允许，他们不会停下。陆思雨气得直跳脚，眼眶猩红的看着我，妈，你咋这么心肠歹毒？你啥时候和管家勾搭上了？他这么听你的话，居然背主。我看着陆思雨，只觉得他很陌生。小时候那么乖巧的孩子，跟在我身边喊我妈妈的女孩，如今满脸狰狞，不知他啥时候变的。或许在他早恋前就变了，只是我以为他青春叛逆才这么对我。有些问题我没法问已成死人的陆毅，但我可以问这兄妹俩，他们的反应不像是不知情的。陆思贤也满眼通红的走过来，刚想说话，我打断他，问陆毅什么时候跟杨玉贤好上的。陆思贤没回答，反而是满脸怨恨的说，你想知道，那你就去死啊，你去地下问问我爸，他什么时候跟妈杨阿姨好上的。虽然陆思贤很快就改口了，但我没错过他脱口而出的那声骂。我心里升起疑惑，还有个我不愿猜测的事，这猜测让我手脚冰凉。我还没说话，陆思贤接着说，你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，也别怪我们以后不养你，你就跟着这杯煮的狗滚出我家。我看着陆思贤，觉得好笑。陆思贤到现在都没反应过来，还以为陆家是他的，真愚蠢。我脸上的笑意刺痛陆思贤，他满脸狰狞。我慢悠悠地说，陆毅肯定跟你们说过他和杨玉贤出轨的事，你们作为我的孩子，竟然接受父亲出轨还瞒着我。我虽不知道为啥，但也不想知道了。陆思雨急忙开口，妈，杨阿姨那么温柔，对我和我哥很好，她和我爸是真爱，要不是因为你这烂货，我爸才不会跟杨阿姨分手呢。我不得不承认，陆思雨的话让我本已麻木的心又泛起绵密疼痛。陆毅的出轨随着他离世已无关紧要，可眼前这2个孩子。陆思雨接着说，你不给我吃炸鸡喝酸奶，杨阿姨都会满足我，你逼我学钢琴，杨阿姨说我不用这么卷，生来就在罗马，不用这么努力，你一直控制我和我哥，我们受够了。吃炸鸡喝酸奶是陆思雨10岁的时候，如今他24岁，原来他们早就勾搭在一起，瞒了我14年。我只觉胸口气血翻涌，生生咽下满口
鲜血，我脸色难看，但还是看着陆思雨认真的说：“10岁时你长身体胃又不好，我才控制你饮食。你忘了，钢琴是你要学的，我给你找名师，你上一节课就闹着不学了。如果你觉得我照顾你们是控制，那我无话可说。”我厌恶地看了一眼地上不堪的尸体，吩咐工人砸棺材。陆思雨又发出尖锐叫声：“这棺材是花我爸的钱，你凭什么砸？”我好笑地看着他们说：“陆毅没跟你们说吗？陆家上下所有东西，包括地砖都是我的。你爸这总裁不过是我身体不好让他出面而已。陆毅就是个明面上的吉祥物，公司所有事都是我决定。老宅、这块地、这棺材都是我的，包括管家，他是老管家的儿子，老管家是照顾我长大的员工。”说完，我没再看脸色清白的陆思贤兄妹，带着管家离开。我没回老宅，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太多，陆毅出轨，儿女被刺，让我一时难以消化，也不想看到他们的脸。我订了间5星级酒店，躺在柔软的床上，脑子乱成一团，这些事毫无头绪。我突然想起在墓地时陆思贤和陆思雨脱口而出的妈，现在看来这个妈肯定不是喊我。想到这，我心口发凉，不会这么狗血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吧？可想到陆毅出轨以及他们瞒了我14年，又觉得也不算太狗血。我给管家打电话，让他给我和陆思贤兄妹做亲子鉴定。我向来不信神佛，可这次却把渺茫的希望寄托在神佛上，不是对着狼心狗肺的两人心存妄想，而是想到如果他们不是我亲生孩子，那我的亲生孩子肯定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吃苦。如果陆毅和杨玉贤真干出这种事，他们肯定不会好好对我的孩子。我宁愿当失败的母亲，宁愿被亲生儿女背叛，也不想让我的孩子受苦。很快管家送来亲子鉴定，为求稳妥，他找了3家权威机构。看着亲子鉴定书上非亲子关系5个字，我忍不住哭了。难怪他们叫陆思贤、陆思雨，不就是杨玉贤的名字吗？陆毅瞒得我好苦，我竟养着他和杨玉贤的孩子整整24年。我和陆毅18岁在一起，24岁结婚，30年了。我真想把陆毅的心挖出来，看看是不是石头做的，不然怎么捂不热。我吩咐管家用尽人脉找到我的孩子。见管家点头后，我胸口那口血终于压不住，张嘴喷出一口鲜血，在管家惊慌的目光下陷入黑暗。等我再次有意识，躺在满是消毒水味的病房，手机里有条陆思雨的消息，我麻木的点开。陆思雨说：“你救我和我哥2个孩子，你再闹，不让我爸和杨阿姨入土为安，你就别想我们原谅你。”网上翻我和陆思雨的对话，大多是我絮叨，让他在学校多吃点，好好学习。天冷加衣，我跟他说了很多，也分享了很多，可他一条都没回。我想起也跟陆毅和陆思贤说了很多，分享很多生活事，他们虽不像陆思雨已读不回，但也只是平淡回几句。我看了很久，直到眼睛酸涩，才发现不知不觉又泪流满面。等我身体好一些，我带着管家回到老宅，陆思贤和陆思雨在老宅待着。见我走进来，陆思雨吐掉口中瓜子皮，讥讽道：“还知道回来呀，F， 这几天去哪儿鬼混了？”我看着他把家里保姆指挥得团团转，那个陆毅专门找来的保姆杨妈却坐在他身边，满脸慈爱地看着他和陆思贤。杨妈看到我，眼里闪过一丝怨恨。我没跟他们说话，只是让老宅的佣人集合。他们有些迟疑，我也没生气。这些年我一直在家，他们下意识觉得雇主是陆毅，很正常。但在管家示意下，他们还是集合起来，等着我发话。我瞥了沙发上的3人一眼，然后让他们把陆思贤兄妹俩和杨妈的东西收拾好，丢出去，还特地强调那些高定礼服、珠宝和手表都不能给他们带走。陆思雨失声尖叫：“沈渊，你疯了吗？”我定定地看着他，他在我冰冷的目光下变得有些心虚。他语气弱弱地说：“你赶我们走干嘛？这里是我家，再怎么样，我和我哥也是你亲生的。”我笑了，在他们疑惑的目光中拿出亲子鉴定，示意他们看。陆思贤接过亲子鉴定，脸上血色瞬间褪去。陆思雨抢过亲子鉴定，脸色也发白，看着眼前2张相同脸上如出一辙的惊慌，我的心瞬间愉悦起来。陆思雨声音颤抖：“妈，你伪造一个假的亲子鉴定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想认我们了吗？”我平静地笑了笑，就算这个亲子鉴定是假的，你们是我亲生的，我也不会认你们，更别说这个亲子鉴定是真的了。你们不是我亲生的孩子，我为什么要留着你们？陆思雨一把撕了这张亲子鉴定，咬牙切齿地说她不相信，说我一定是骗她的。看着她崩溃的样子，我有些想笑，而杨妈一脸怨毒地看着我，阴恻恻地说：“沈小姐，你是不是有了私生子，想要小姐和少爷让位？”我看向杨妈，回来之前我找人调查了这些年的事，也许是陆毅太自信，觉得我爱惨了他，这些年他做的事竟然没有任何隐瞒。18岁那年，他和我在一起，是因为杨玉贤教唆他，让他把沈家财产骗到手。起初陆毅不愿意，但看着我出入有豪车接送，看着我挥金如土的样子，他还是心动了。和我在一起的这些年，他背地里都会和杨玉贤联系，甚至还和杨玉贤有了小家。我们同时有孕，陆毅和杨玉贤心动了，正好我们都是怀的双胞胎，不然陆毅还得找一个弃婴。而杨妈是杨玉贤的母亲，是陆毅放在老宅监视我的，也是他这些年一直给我下药，让我身体越来越虚弱，没法处理公司的事情。陆思贤兄妹俩5岁就知道
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，加上我平常又一直控制他们的饮食，他们很讨厌我，所以就果断接受了这个事情，并跟着陆毅瞒了我这么久。看着他们的东西被丢到老宅外，我这才发现他们的东西竟如此之少。杨妈还想说啥，我打断她，杨妈，杨玉贤是你女儿吧？你现在别跟我争了，好好想想怎么跟警察说你这24年给我下慢性毒药的是吧？看着他们狼狈离去的身影，我想笑却笑不出来。如果陆毅没出车祸，过段时间死的就是我了，但我现在没空悲伤，我还有2个孩子流落在外，那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。知道双胞胎的消息已是3个月后，这3个月我每天求神拜佛，听到这个消息我喜极而泣。以前我以为陆毅是驱散我生活黑暗的光，如今只觉得是上天眷顾。我赶到警局，2张一模一样却面黄肌瘦的脸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我的亲生孩子，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，没错，这就是你的亲生女儿。2个女孩虽面黄肌瘦，但目光澄清，她们主动提出再做一遍亲子鉴定，我拗不过。等亲子鉴定时，她们跟我说了她们的经历，她们从小在山沟里长大，养父养母把她们当畜生养。20年前，那对夫妻从垃圾桶边捡到她们时，她们全身冻僵，只剩一口气，夫妻俩就把她们丢在猪圈，若第2天死了，就给家里土狗加餐。他们运气好活了下来，于是夫妻俩决定养着，给傻儿子当媳妇。2个孩子18岁那年，被好赌的养父卖给村头官夫，让他们给官夫生孩子。当晚，他们打晕官夫，走了3天3夜山路，一路躲避村里人，终于逃出来。可他们没学历，没身份，只能打黑工。我看着他们瘦弱的样子，心痛得无法呼吸。我轻轻抱住他们，他们很瘦，浑身都是骨头。我柔声说，如果你们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会认你们当干女儿，不会让你们做啥，你们就好好长大，以后的日子都会好好的。我的直觉没错，这2个女孩就是我的亲生女儿。我跟他们说了陆毅的事，满心愧疚，都是因为我，要不是我，你们也不会过得这么苦。姐姐懂事的安慰我，你也是受害者，又不知情，咋能怪你呢？我给2个女孩改名，她们不再是山沟里的小花小草，一个叫沈珍，一个叫沈华，希望她们以后的生活如珍似宝。我带她们回老宅时，陆思贤和陆思雨守在门口，苦苦哀求保镖让他们进去。陆思雨烦了，仰起头，等我妈回来，我就开了你。听到这话，我轻笑，你妈不是死了吗？你来干啥？听到我的声音，兄妹俩惊喜地看着我，可脸上的笑意在看到沈珍和沈华时瞬间凝固。陆思雨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妈，这2个人是谁？我握住姐妹俩的手，温柔地说，是我失而复得的珍宝，我的亲生孩子。陆思雨尖叫，妈，他们是假的，一定是想要你的财产，你养我们这么多年，你舍得抛弃我们吗？我厌恶地看了他们一眼，冷冷地说，杨玉贤才是你们的妈，你们跟我有啥关系？我养了你们这么多年，你们咋对我的？帮陆毅瞒了我19年，无视杨妈给我下毒，我养条狗都比养你们好，舍不得，我恨不得杀了你们，我脸上的恨意太强烈。陆思贤吓得赶紧离开，陆思雨埋怨地看了我一眼，也跟着走了。沈珍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突然说，妈妈，其实你难过可以表现出来的。我微微一愣，其实沈珍说的对，我咋会不难过呢？毕竟是我当珍宝养了20年的儿女，满心满眼都是他们。沈华也说，我和姐姐不会怪你的，你是个好妈妈，我知道你不会认他们，但我也知道你会难过。我含泪抱住他们。3年后，我带着姐妹花出去玩，姐妹俩跟3年前比，简直变了个样。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断了腿的乞丐，他满身污渍，很凄惨。沈珍于心不忍，跟一个摊主换了零钱。摊主知道他要把钱给乞丐，摇摇头说，那个乞丐是活该，他欠了一大笔钱，又沾染赌，把自己妹妹送到债主床上，让妹妹给他抵债，但还是还不清，就被打断腿了。你也别心疼妹妹，妹妹现在可是自愿的呢。虽然这么说，摊主还是把零钱换给他。沈珍把零钱递给我，低声说，妈妈，你先别拒绝，我知道你没那个意思，是我想给的，我想让他看看我妈妈现在是如何被人爱着，也让他看看妈妈是怎么爱一个人的。我笑了笑，把零钱丢到乞丐面前，然后带着姐妹俩离开。模糊中，我还能听到崩溃的哭声。